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意见与看法。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叶建中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吉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呢，美伊两国之间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那么14点的条文谅解的这个条文重点哈，我们上礼拜已经给大家看过了。但是这14条的谅解备忘录的内文呢，是不是止不了战火？因为中东的战火呢，这2天又开打了，但还好是小打而已。那伊朗方面呢，直接踩到了美方最痛的红线啊，是荷姆兹海峡通行的事情。川普呢，因此还放话说，如果敢收通行费的话，那整个协议就不算了。那川普呢，急着收拾伊朗的局势，当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自己的面子，背后是不是更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好，刚才说小打事件，在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起因为何啊？起因就是呢，长荣海运旗下的货轮长利轮，这个长利轮呢还挂着新加坡的旗帜啊。它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呢，遭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还好受损并不严重。但是川普对此大为光火，他痛批伊朗愚蠢，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放狠话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结果真的很快啊，就看到了美军中央司令部连夜展开空袭报复，锁定的目标就是伊朗境内的飞弹，还有无人机储存据点以及沿岸的雷达站。伊朗也不是吃素的，革命卫队立刻强硬表示，已经成功挫败美军在西里克地区的空袭行动，并且警告任何新的挑衅都会遭到迅速跟果断的回应。另一方面呢，针对川普说伊朗要买美国农产品的这一番发言呢，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公开嘲讽美国，他说美国只会出口黄豆、跳票承诺，还有垃圾话。看得出来，美伊双方在脆弱的协议架构之下，彼此之间的互信几乎是零。现在才刚说签完这个 MOU 啊，虽然说我们说很脆弱，但是就看到了长荣的货运在荷姆兹海峡遭到袭击，结果呢，造成了美伊双方又出手互打。那这样的零星冲突，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还要60天之内才会继续的讨论相关的细节啊。不过接下来这个零星冲突是不是很难避免会一再的发生？大使你怎么看？那但是就算发生零星的冲突，也不至于会扩大成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或对抗吧？对，这个零星冲突大概会断断续续一直发生啊，一直到川普大概选举完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能避免的啊。那不过这一次很奇怪的是，伊朗先动手。应该是美国先动手啊，对，每次都美国先动手，要不然就以色列在后面烧火。这一次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伊朗先打，而且打我们长荣的这个船只啊，是不是旗并不是挂的是，好像是新加坡籍的哈，挂了新加坡的旗。所以这个是不是选择性打的不晓得？他没有走在规范的航道上，所以挨揍了。是对，在伊朗规定的航道离开了，对不对？对 ，OK。那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航运公司还是不觉得为什么要听伊朗的。这本来是公海啊。那伊朗就变得，你如果试探的话，大概伊朗就是说，你如果试探的话，我就出手。对，不过基本上不是打得很致命啊，对，还是造成伤害。我这个出手就变成，其实伊朗这个还是蛮狠的，他画出来的规则啊，还是要大家遵守。也就是说，短期内不管是货轮也好，邮轮也好，都得按照伊朗所画出来这个航线，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再被打。那我看就是说，这就是表示说，他画出来定的规矩，它是刚性的。我不管你谁，你只要这个不照规矩做，他就出手，那大使也不计后果。那美国当然你打我就打你，那可是今天早上伊朗又说他已经攻击海湾地区美国的设施啊，对，美国现在还没吭气了，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还是等比报复，所以美国出手打的也不算狠啊，美国也就是攻击一些军事基地而已啊。是大使，那你怎么看？因为刚刚讲说14项这个协议啊，我们上礼拜有特别讨论哈。
但我们常常说是脆弱的一个协议。您觉得脆弱在哪里？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变数？我想大家都认为脆弱，不过我自己觉得是比我想象的要不脆弱。这些小打小闹，事实上还是继续，还是不会影响双方的谈判主轴进行。大方向是固定的。对，30号有第2轮的技术性谈判，要开始，那是也在瑞士哈，所以我们现在观察点就是看30号这个技术的谈判会不会停止。那对骂的话，那都是越骂越难听啊。对，双方已经都口出这种都是，尤其川普都直接在他出手球骂，也没把伊朗激怒啊，伊朗还是派人去了。那伊朗现在反唇相讥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还是要看身体怎么动，不要看他嘴巴怎么动。那身体动的话，我觉得下一个指标就是说6月30号。那现在双方都没有说6月30号咱们不谈了，所以大局看起来对两边来讲还是谈比不谈好。那小打这个无伤大局的小打还是会发生。所以30号您觉得至少要先搞定哪些事情？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主轴应该就是说美国怎么样在这个对伊朗的这一些怎么说呢制裁中过去的制裁中怎么样把它落实，怎么样把它这个一一的让这个过去的制裁把它取消到对双方都有利。因为这些制裁的话，现在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伊朗的石油从某种部分也会影响国际石油的供应。它的能不能供应的话，现在美国就已经他自己也要开始买伊朗的石油了，对，他自己也在买了，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家就找有利的方向走。因为川普可能会认为制裁对美国不利。所以今天就是说放开制裁对美国跟伊朗都有利，那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会去走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伊朗的核武问题还是会谈，可是进展会很少。那现在重点可能就在荷姆斯海峡怎么样一个在双方都同意的管理原则之下开放。看起来美国也没有说呼吁要把荷姆斯海峡就完全开放。如果说伊朗想要在这里面设关设卡赚点小钱的话，那美国就说，那我也要参一份。所以大家是这样分析起来，美伊之间就是不信任嘛。金哥怎么看？我想这个国际社会中尔虞我诈，这个台面上能够就是说还是小打小闹，这个打谈谈，这是可能的。但是能不能完全回到从前，我觉得这是很难，很难。所以这个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我接下来要请教您就是大家在这个美伊战火之后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中东秩序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透过了卫星影像还有解密访谈，他们揭露了美军位在巴林，也是中东唯一的海军军事基地早就被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给彻底打穿了。而且直指核心的说呢，包括美军的基地指挥总部至少12栋战略建筑，2座卫星通讯终端设施都被伊朗精准的消灭，化为废墟。那也彻底暴露了美军在中东军事基地的防护弱点。所以报道指出呢，华府正在重新检讨整个中东未来的军事部署，包括呢缩减部分驻军、调整基地位置，还有呢把重要指挥中心地下化，甚至考虑把部分军事功能呢向西移动，避开伊朗飞弹跟无人机的威胁。当然，这些讯息跟动作呢，海湾国家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呢，一场去美化的区域联防风暴正在中东成型比如说，像是阿联呢，就直接找上了印度，紧急密谈采购布拉莫斯超音速巡弋飞弹，还有包括像是阿卡什迪尔防空系统。当然，也持续跟南韩合作建立 K9 自走炮的生产线。而沙特沙特阿拉伯呢，则是在近年不断的采购中国大陆制的武器，进一步的也跟巴基斯坦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也就是说，过去海湾国家呢完全寄希望于美国但现在呢选择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不再全部压注在美国身上。所以，靖哥，我们看到是在美军这边要展开他们的新的中东部署但是现在连自己呢，不管是公信力也好，或说这个安全保障也好都被海湾国家怀疑所以未来说像区域联防或者是多元的军事合作模式，您觉得会是新中东的一个态势模式？
我想啊，先从讲这个军事基地的重新部署，或者整个我们称它为盘整或者重新洗牌。我想军事基地的设置啊，有3个条件。第一个要满足它的这个地缘战略或者用兵需求。对。第二个呢，它要有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或者配套资源。第三个呢，它要有足够这个预警或者说是防护措施这些的能够满足。所以这3种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这一次他受伤这个惨重，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军事设施，通常有下列很多种手段：加固、伪装、这个隐蔽、备份、反制、疏散、干扰、这个替锁，很多的这软性的条件或者硬性的条件有很多。但是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譬如说你的很多的雷达的阵地或者这个电侦接收的阵地，你就是要往前推。你那个时候，所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冒着某些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些是可以改善，有些也很难改善。譬如说，它很难找到这个强固的山体或者地下化，因为在这个中东地区地理的条件或地质的条件没有办法做到。对。那至于呢，您刚刚所讲的有关就是另外去建立所有相关的军事关系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经过这一次啊，他们原来是把美军拉进来撑腰美国的盟国，结果盟友这个抓进来，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打的都是他们。对，那他们自然也不会将所有鸡蛋压在以后都放在一个篮子，另外去建立这个其他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大家可以体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大家必须要承认，美军的军备生产的体系现在是这个章法大乱。各种延迟交货，不是光只有我们台湾在那边骂翻天了，但是它就是交货会迟缓。也就是说，美国的整个制造业还有军备生产体系，现在也是乱了。很多人就是打死，尤其是在我们国内的执政高层，打死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摆明的海湾国家知道了你的能耐就这样，你将来我向你订东西，很可能到时候也是延宕很几年弄不了。那在这种状况，我另外从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系统，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自然需求。分散风险对的。原先以前都是以美国为主。认为美国的保护伞可以把大家保护得好好，但这一次呢，完全破了功。你已经不再是民主的或者自由的兵工厂，你是一个一直拖欠的货物交不了货的兵工厂所以海湾国家的决定，或者说他们接下来的计划，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那如果说这个安全架构正在重组呢，接下来恐怕，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川普不断的口口声声的讲说，美伊的这个冲突呢，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能平息了。那这个美伊战火结束，为什么那么想赶快的结束战争呢？就是因为后面跟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有关吗？好，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他日前透露说，美伊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希望未来伊朗重新回到美元体系，以美元计价石油出口。所以大使刚刚不也说了吗？现在连美国也买伊朗的石油。好，那聂老师我们看到表面上看起来，美国是在协助伊朗重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是华府希望透过石油美元把伊朗重新拉回美元结算的网路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政府现在要面对一个接近突破39兆美元，还在不断创新高的美债黑洞还有单日首度破兆、来势汹汹的石油人民币的威胁，所以呢，必须要加紧重新巩固石油美元的霸权。美国打算算这个算盘也很精就是要放宽伊朗美元的结算，再把伊朗被解冻的海外资产锁在卡达、杜哈，逼他们只能够回来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跟药品，然后强行的把资金呢转进到美国。所以我要问的是，一旦美元霸权，因为现在我们讨论是美元的霸权地位遭到动摇的话，其实是川普担心的那如果一旦受到挑战，对于美债的直接冲击，怎么评估？何荣讲到美国算得很精，我觉得美国算得不精。美国秉持的是他过去的霸权，他认为他想要做什么都做得到，他算得很大概，他会自以为是可以达到他要的效果，不精。那我先讲一下，美国的确是非常有霸权，它有2霸，就像一只老鹰，大家都知道它图腾就是老鹰。这个老鹰有2个最厉害的东西，一个是翅膀，一个是爪。它到深海中可以到海里面把伸长了把比它还重的这个食物就把它抓起来了，这是它的军事。
非常之厉害。可是大家知道，这一个大人啊，从军事实力来讲，大人跟小孩斗，打到自己快脱裤子了，有没有？这个要签的是美国签，伊朗其实也不会太认的。他所做的这是，我想爪子已经钝了。为什么？就是刚刚张晋讲的非常清楚，消耗战它不对称到打不起，它已经兵工厂。1990年、40年代的世界兵工厂早就不是打得一片大乱，他现在怎么做？他以前是全国兵工厂，现在根本没有后勤能力，他所有制造业空洞化，那就是他 MAGA 最主要原因嘛。他怎么去后勤？所以他一定会延迟交货。所以这明白，台湾我也必须讲，这真的不是打死不认，你知道吗？他们对美国太有信心，根本不知道美国现在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不是世界兵工厂。我先讲。对，第二个，它的翅膀太厉害。长臂管辖大家听过吧？长臂管辖用的就是美元 ，US dollar 和 Germany 大家都听过。从1973年2月23号，照理讲破解啦。尼克森在1971年8月15号宣布不会再维持 Bretton System。Bretton System 就是一个美元后入黄金，但是因为它贬值到不行，它无法从35跳到38去 peg 1盎司黄金的时候，他认输，他不要。结果去弄了石油嘛，这个是过去式了，1974的事情。但是扣住石油，就石油美元还是霸权，长臂管辖，全球必须用美元结算。现在问题来了，他在中东两手策略，其他的海湾国家全部必须用石油清算，美元石油。伊朗我制裁你，我不让你用美元，全世界都没有，我不让你用，你就走不出去了，你死定了。对，他做了另外一套啊，有中国在后面。当中国崛起之后。中国85%以上的石油都通过，现在都经过 CHIPS， 什么东西呢？人民币的这些跨境的支付系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系统成功让伊朗真正能够输出给中国，而且它的成本就远低于其他绕过美国的方式。那美国就用 SWIFT 嘛，如果还是用 SWIFT， 讲不好听，他要伊朗倒，伊朗掉；要伊朗停就停。所以伊朗走过这一段以后，避开之后，他第一个做到了。它的石油贸易结算呢顺当了，当然也扶持了人民币啊，它的这个起来。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它避开了美元的监管。那你觉得美国赢了吗？美国当时想一想不对，一直制裁它有很多金融制裁，还有那个 IPI 管道的制裁。你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IPI 管道，大家都知道，查一下就知道哈。最重要的就是说经济制裁里面就是这一块。好，那这个制裁以后，那美元发觉不对啊，伊朗现在好像也不弱啊，而且有中国在后面，这样不得了。他现在你刚讲的很聪明，对不对？做了一个重大的制裁的豁免，这是40年来第一次。根本不惊，他怕了嘛，等于立场软化。对他伊朗的出口的石油，这个还有它的石化产品，包括全部你现在来用美元，对，来用美元，你知道美国现在霸权真的很难以维持，将来啦，因为它的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美国的所谓的货币国际的货币储备，美元是从8级一直降到现在今年只有56点多，其他货币往上升，也就是大家对美元的信任越来越低，叫 credibility 信用嘛。信用有一样东西显现最明显，就是何龙你讲的，美债去年在讨论是36兆，欧债危机之前，金融海啸到欧债是10兆，一下涨了3倍多，今年40兆了啦，年底看有没有40兆，其实现在谈的是39嘛，对，这就是 credibility， 你就知道去年10月，中国就故意在香港试了一个同样用10年期的美元计价的债券，结果认购率是美国的将近10倍。请问一下，大家对你中国有信用，还是对你美国有信用？你今天再制裁人家，再不准人家用，人家不经过你的货币就可以透过其他管道经过别的货币起来了。你这个叫做dollarization， 就去美元化就会被达成，美国会被怕，他非常会怕，因此他做了这个。你认为他精算吗？我认为他不是精算，他是必须做的路。虽然说这个去美元化不容易啊，但是刚才综合聂老师还有几位老师的分析啊，其实看得出来是美国最近的一连串动作呢，无非就是希望要牢牢的稳住美元霸权的地位。那除了在金融上要维持霸权地位呢，军事上呢仍然认为自己是霸权，这个心态不改啊。我们等一下就来谈谈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2026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那在这个礼拜呢，正式登场啊，美军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领衔，在珍珠港的西卡姆联合基地这边停满了各国的军舰。6月24号开始呢，展开1个多月的联合演习。今年总共有31国参加，水面舰大约有40艘，那潜艇是5艘，140架军机啊，还有超过25000名的官兵。环太平洋军演是从1971年开始，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届，那也是美军跟盟友在海上联合训练的平台，当然也是印太区域防范侵略、维持自由开放秩序的重要一环。而环太军演联合部队的指挥官就表示呢，美军奉行以实力求和平，也强调嚇阻就是透过实力维持和平的方式。好，现在这个环太军演登场哈，美军这边特别强调说用实力来求和平。不过外界常常也形容啊，环太军演呢常常就是一个像大拜拜式的哈，就是跟印太的盟友举行一场联合军演。每2年一次的环太军演，究竟要怎么去在其中找到看点？聂老师。OK， 我刚刚讲到一只老鹰，它的翅膀很怕这个毛慢慢掉落了，而且翅膀育正无力。第二个呢，它这个爪也开始弱了，你知道吗？它可能手也伸不直了，也怕有问题了。它需要人家来协助它一起呢伸到海里呢做一些它想要的动作。不过我先讲一下刚刚讲的时间点，大家算一下，1971年到2026，今年55年哦，不是短日子，一个人能活多久？30次。那这里面在之前其实是有中国的嘛，大家知道，不管早期有中华民国或者退出联或者中美建交，重点就是这中国在里面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是2018年之后，卡掉了中国5次没有受邀，这个问题我讲给大家听，我的认为是。大家听得出来，55年30次，这不就是明显的例行的环太军演吗？需要太紧张，需要想太多，不用谈。但是时间点不太一样 ，timing 有变啊。从2018到现在，一个国家从2001加入 WTO， 极低的汇率赚进世界贸易财，从1兆、2兆、3兆、4兆，2014年突破4兆外汇存底 ，GDP 也急速增高，军事航太全部都提升，科技 AI 现在都到一定到位，甚至遍地开花之下的中国崛起。这条龙 muscle 已经练到不一样，而对岸的我刚讲那个爪已经落之下，他要不要秀他的 muscle？ 我若不秀我的 muscle， 我跟你讲，对岸已经看不起我了。他要做的所有动作，我都可能要以后都要求他。你看，川普现在他到那个 G7 去开会可以迟到，说 I'm boss， 到中国去不敢迟到，而且都讲好话，都用伟大来形容，伟大国家、伟大的领袖。这是有变的，因此他必须秀我是有实力的，他还是有在环太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是你要知道，这环太是全球是最大型的这个，而且最大型的这个军演哦，是，而这一次算是史上最大规模，是创纪录的。各位想，你刚刚讲到人数25000人，这一艘海上舰艇40艘，海下的潜艇5艘，45艘，这是大规模，由福特号领军。我还是要说明一下。说不好听，美国还是 leader， 可是这些40几艘都是各国的31个国家，这表示他要号召大家说，我霸权还在，你们要听我的，跟我一起秀马手，我们一起去抓鱼吃，这样子的话不会被人家拿掉，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个 timing 已经显现出美国有在畏惧崛起的那条龙。OK， 那当然，他目的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刚刚讲的，他现在有个韩国这个作为这个所谓的海上这个指挥官，对不对？他讲到用实力来维持和平，这是事实啦。但实力到底有没有实力？为什么特别去强调实力？要31个国家来结合实力。他强调是怎么样？要对区域潜在的威胁做联合嚇阻效果。请问威胁在哪里？讲白，他们认为就是那个更有实力的出现了，就是剑指中国大陆。对呀，剑指嘛，不点名也知道了。第二，当维护印太的自由、安全、开放，这样子就维护了吗？其实我还是怀疑，讲不好听，例行的军演，但是美国必须带领他的效力，秀马手。重点是这些国家是不是将来都一定听美国？这还是一个大问题。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哈，3个字：秀肌肉啊，这规模越来越大。不过呢，我们在外行，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靖哥，你看出什么门道？是这个，就是王定宇啊，这个在这个就是立法院这个就是说质询，然后呢，这个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就
这个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党，都已经套好招了。同个档次的。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国防部幕僚单位，它前面有个电视荧幕，打出来什么，他就照念而已。你问问看，顾立雄知不知道这个？譬如说，这个叫做勇敢之盾是2006开始的，而且是美军内部整合3军战力了，他不懂。你问问他啊，这个坚毅之龙啊，也不过是2021年开始了，是美国这个海军陆战队的第3远征军跟这个叫做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联合演习，他也不懂，他只是照着那个荧幕来练，然后自由时报，然后就跟着这样去了，这个就是报道。我们要知道这种的演习啊。环太平洋演习是个大拜拜，最主要是军事交易，然后建立这个大家见面3分情，建立很多后续交往的关系。那有很多研讨会，也不光是只有操演的科目，这个真正的哥们操重要科目，一般人操一般的这个就是说简单的科目。但这2个演习呢，这个他操演呢，基本上不是按照一个既有的作战计划去验证，他每年都要想一个故事，然后照这边来演习。那美军跟韩国的操演呢，那可就是严肃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印太地区太平洋总部里头只有2个现在已经写好的作战计划，一个作战计划就是韩国有事变编号是5027。另外一个呢是北韩政权突然垮台，这个美韩这个联军怎么应付？编号是5029，那个就是真正的作战计划，然后照着来练兵。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些都是行的，写一个想定，写个故事，然后每年操，经验没办法累积。但是美国跟韩国的操演，那是一点一点要经验，要验证，运多少弹药。打多少弹药，要多少的部队调动，那个都是原先写好的。我们今天军事的计划，从指挥官的判断，然后作战的构想，然后再到基本的计划，到完整的作战计划，那个是要投入资源的，这些是作秀。不过你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这2天其实北韩也有一些新闻，就是北韩的这个武力威胁确实让南韩很忧心啊。那当然，这个刚才也提到说，国防部长顾立雄呢，他是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说，与其关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不如先把重点放在坚毅之龙跟勇敢之盾。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这2项军演就是坚毅之龙跟勇敢之盾啊。那么坚毅之龙呢，其实是这个大规模的实战训练啊，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跟美国海军陆战队哈，他们在20号呢就在熊本的陆上自卫队的驻地，这个军队的驻地呢举行这个坚毅之龙这样的演训，训练目的当然是提升岛屿防卫的熟练度哈。那么演习呢将会在九州跟冲绳各地演练到30号。勇敢之盾呢，则是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主导，在日本关岛、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夏威夷跟澳洲等地同步展开。它要集结的是美国、澳洲、日本、加拿大跟纽西兰等国的兵力，演练海陆空、网络还有太空等多项领域的联合作战能力。所以刚刚特别提到了，其实同个档次。那些都是作秀的啊，不像美国跟韩国，美国、韩国那个是硬碰硬的，把那个所有作战计划每一条要验证的。所以重点就是在你讲的，其实我们要看的演习，其实应该是看美韩之间的这个作战演练。打假球跟打真球的差别就在这里。那个呢是有2个，我刚刚讲5027跟5029，那个是实打实的作战计划。那个每一个都要验证，这些每年要想个故事出来验证。那您刚刚提到说环太它有所谓的核心跟这个周边的，对，核心的是指美日菲吗？不止。这个澳洲、纽西兰都算，这个非还是在稍微外围，让它沾点边而已。所以我就知道，你要了解这个所有的五眼联盟，还有很多的核心的那个是比较难的科目，而且他们有共同的军事准则。那至于外围的呢，那就是作秀式的，大家非常欢乐了，然后呢，这个 party 要办得很好，接待要弄好，这个就是各种的参访要弄好。对，那个真正操的那个是等人家走了之后，这些人真正的哥们再一起来操。就其他周边的，就是把这个 party 做大，就是规模做大啊，秀肌肉。那在环太军演开始的前一天呢，我们看到6月23号这一天，也看到中方有一些动作。
大陆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也就是福建舰呢，由北向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在6月22号这一天啊，这个辽宁舰的编队也才刚完成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回到了母港。山东舰则是保持在这个南海的战备状态。那3艘航母呢，在时间跟空间上都传递出强烈的战略讯号。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是，美国在验证，就透过这些军演，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验证的是什么呢？是联合作战能力。而日本呢，在验证的是第一岛链防卫战略。中国大陆呢，则是持续的推进航母远海的部署啊。好，所以美军的战略想定呢，是把解放军锁在第一岛链内，就是不让他们突穿第一岛链，甚至威胁到第2跟第3岛链啊。但是，即便说把日本、菲律宾，甚至是台湾推到了第一线，然后让美国呢在第2线，在后面，现实上也很难够达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使你怎么看？就是东风导弹系统，就是说你从海上拦，你从陆上拦，它是从天上过去，所以事实上的话，这次是6月24号嘛，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年度大演习开始啊，大军演开始。环太军演开始要演38天嘛，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反应啊，先发制人反应是在6月20号，6月20号，他这个所有的媒体都播放这个大陆试射东风17，所以飞弹是关键，飞弹是关键啊，东风他没有打再远，东风17呢，它是多就是说多地发射，联合多地发射，联合作战。然后呢，这个多地发射还强调这个机动性，发射的机动性，它很多是就是说，这个有那个飞弹的拖车拖到那边，一放下来以后这个很快就发射。它可以换不同的点，它不是所谓警发式，警发式不是，所以它都是机动式的，然后从不同的点，那可能这边这个是这个，甚至可能是北方。这个中部、南部各个不同点打出去，然后形成这个火网。那这个东风17呢，其实它的射程是1800到2400，然后呢，它的末端的速度是10马赫，然后有变轨能力，就是说你无法拦截，所以这个一算正好打到关岛。那不是第2岛链，所以第一岛链形同虚设啦。对，那就是说你要讲突破这个第一岛链的话，另外就是这个航母啦。航母本身就是一个浮动的飞机场，它的这个打击力量是非常强。那还有第3个就是水下的作战力量啦，就中国大陆的这个094啊、095啊。这种前舰，对，所以事实上的话，现在美国担心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在实际做了，就是把这个第2岛链加强，可是看起来第2岛链也不是什么对大陆目前的战力来讲，也不是什么难事啊，所以就是说，打仗不是拼怎么样，拼那个人数啊，拼这种你这种人海战术啊，现在打仗都是点穴，噼里啪啦就把你的重点都给你消灭了，你就没有战力了。那还有就变成就是说，我们认为导弹怎么讲来，最重要的导弹要具备威慑力，就是说一定要无法拦截。你如果可以拦截的话，你这导弹，比如说那个就是亚音速。然后呢，你又不能在那种大量的高爆弹头的，你说在战争的时候，那个大家要决胜的时候没什么管用的，那你就要这种无法拦截，然后呢又可以带各种不同弹头，看它的爆炸威力那这个才有威慑力啊。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其实要向，特别是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说你弄你的军演，那我也演练我的飞弹，然后呢告诉你的是说，你敢进到这个海域呢，你就准备要接受挨打的份所以这也就是刚刚提到说，既然如果未来这个突穿第一岛链成为常态的话，那美国的防御在战略上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金哥，你觉得？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大家用演习互别苗头也是在传递政治信号。但是就整个而言的话，
就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制海权的维护是一个经济的问题。那真正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美军现在所有军事的部署，跟它直接经济的航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进出岛链的演习是针对的假想，就是拒止万一台湾冲突，拒止美国，这个是摆明的非常的清楚。对，但是呢，它经由最近的这个辽宁舰的这个是跨越岛链的演习啊，它在最主要是测试出来这个日本跟驻日美军它的这个情报侦收跟监侦的能力。那我们都发现日本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有很多的资料，它一下就是开天窗了，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警讯，也就是它的反情报以及它保守行动隐秘能力越来越高。这个会产生战略吓阻的效果。OK， 您提到日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聊。日本最近真的很伤脑筋，因为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这个部分呢被中国大陆卡得死死的，一直在苦思突围之道。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